大家好，这里是王者荣耀世界制作组，依旧是我战斗策划大黄。大家好，我是运营九九。大家好，我是师姐。最近师弟师妹们提出了很多问题，我们今天就来一个快问快答。师弟师妹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：王者荣耀世界上线的时候会有哪些福利？这个我来说一下吧。首先我们会直接赠送一个凯的共鸣，还有一个我记得应该是诸葛亮的扇子的载具，还有一套王者荣耀经典复刻的一个皮肤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在游戏内不管是完成任务啊，还是大世界探索啊，这些都会送很多套时装，应该有那么10-20套的样子，各种风格都有，都可以选择。当然呢，就是除了开服这些活动以外呢，后续很多其他的玩法也会送各种各样的特殊的服装还有配饰。在跟王者荣耀的联动上，我们会准备哪些活动呀？我们肯定会有很多跟王者本体去联动的一些活动，当然在我们游戏中呢也会有相应的福利去给到。王者世界呢，源流是主角嘛，王者本体中也会围绕着源流去定制一系列的活动。当然我们最终设计的目的就是，不管你是只玩王者还是只玩王者荣耀世界，又或者你是两边都玩的，都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体验。有人说我们的上线时间是仓促决定的，二位怎么说？这个必须严肃的辟个谣啊！我们在宣布春天见的时候，已经确定了这个时间上线，团队也一直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。我们也知道大家长久以来一直在等待游戏的正式上线，其实我们自己也非常的急切。这肯定不是一个临时起意的决定，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。还有一个问题，看要不要一起辟谣？我们游戏的引擎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我知道啊，其实一直以来有各种各样的消息说，我们的游戏最开始开发的时候是 UE 引擎，后来又转成了 UE4。其实呢，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的 UE4 引擎，并且我们会继续提升和迭代技术，让游戏的表现越来越好。王者荣耀世界未来会怎么平衡社交玩法和沉浸式体验？这个问题我帮我们的社交策划回答一下，肯定会增加社交玩法的。当然也肯定会去兼顾单人沉浸体验，在前期大家玩我们游戏的时候，肯定还是会重点去保证单人的沉浸式体验。当然，随着体验的深入呢，我们也会根据玩家的需求去提供一些社交的玩法，去自由选择吧。总的来说是比较轻度和自由的。有很多玩家问我们，还会考虑增加小地图吗？这个问题我俩回答不了，我再薅一个人过来回答哈。龙哥，各位好，我是临时来客串的大世界策划。关于小地图的问题，我们收到了不少的反馈。原本呢，我们是希望通过弱引导机制，然后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探索乐趣和更沉浸的体验。在接收到大家的各种反馈之后的话，我们也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看如何去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体验。对于师弟师妹们吐槽剧情怎么看？序章我们已经做了重新的一个调整，这样的话会让它的整个逻辑会变得更顺畅。然后我们也优化了新手的教学，并且我们第8章的整个的体验，然后剧情演出也做了重新的一个优化。然后在真名测试中也得到了不少玩家的比较好的反馈，在这块还是比较欣慰的。希望等上线之后的话，玩家能够再好好的去体验，然后给到我们更多的反馈。我们也希望可以越做越好。对于共鸣，也就是王者英雄的获取方式，能不能透露一下每个赛季能获取多少？在我们之前的测试里面，其实已经有不少玩家他精确的算过我们每个赛季能拿到多少资源了，所以这点我就不剧透了。但是可以说的是呢，每个赛季都会保证就是大家在正常体验游戏、攒够资源的情况下呢，有新的共鸣、新的时装，甚至新的幻化去可以换到的。所以大家放心，我们是一个主要卖外观的游戏，英雄也不是靠抽的，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。我肯定是支持角色免费的，拒绝工资回收。真假？我听说真名测试里面你可氪了不少。那能一样？真名测试有返利的那个，相当于是在赚钱的。未来有没有王者荣耀皮肤移植计划？明确说肯定是有啊，但是王者荣耀本体和王者荣耀世界毕竟是两个不太一样的游戏啊，不管是制作工艺上还是游戏性质上，所以我们这边的复刻皮肤呢，不管是获取方式还是表现上呢，都会与王者本体有些的差异，我们也会去做相关的适配。上线的时候有哪些载具？只有滑板吗？滑板只是我们的载具规划中的第一步啊。开服后会送诸葛亮的扇子啊，而且在游戏活动中和商城内，还有飞饼、猛人的试卷，带来不同的一些体验。然后后续呢，我们还会有走的、跑的、跳的、骑的，能开的、能敲的，对吧？各种各样的东西。那天我在你电脑里看到了一个机甲。大家期待一下啊！大家期待一下就好。真名测试的手柄体验不太好，上线的时候会优化吗？你说还是我说？你来。那得承认，我们现在手柄啊、键位啊，其实体验优化的还不够好。就是上线呢，我们暂时也不会提供这个键位自定义的功能。等我们优化好了，一定会再给大家体验。有师弟师妹问，捏脸系统还会优化吗？我帮美术回答一下吧。我也看到了这名测试有很多玩家在反馈。那么我们首先加了一个可以调节头部大小的一个功能，大家可以去优化整体的角色比例。其次呢，我们也根据大家的反馈，增加了更多的肤色可供选择。那么欢迎大家真正上线以后来体验一下。
关于虚影和聊天频道到底是怎么优化的？上次的回答师弟师妹们不太满意哦。他肯定是怕被骂不要才要。不要指我啊，不是我。就我知道的吧，在大家体验剧情啊，还有比较需要沉浸感的地方，我们已经极大的减少了虚影的数量了。就聊天频道而言的话，我现在体验的情况是，它已经缩成一条线了，大概也就这么大。我自己玩起来感觉还是可以的。王者荣耀世界即将上线，移动端现在准备的怎么样啦？我来帮移动端策划回答一下一会儿的工作氛围。现在移动团队正在为了最后的上线在拼命的加班努力。我们已经定好了最终的时间点，肯定在4月份内跟玩家见面，不会跟 PC 端相差太远。游戏进度大家也不用担心，不会让大家落后太多。如果大家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组队的话，然后进度也会更快。移动端性能上，我们还有哪些优化计划呢？制作团队的目标是让王者荣耀世界能够在像 iPhone 11啊、骁龙865这样的手机上能够流畅的运行。然后玩家如果想要更流畅的体验游戏的话，我们还开放了更好的一些档位的画质、更高帧率的选择。在移动端操作上，我们还会有哪些优化计划呢？第一个就是我们为移动端提供了一个沉浸模式，在非战斗状态的时候，技能按键会自动隐藏，大家可以更沉浸式的去享受整个大世界的美景。然后第二个的话，就是针对之前我们测试的玩家反馈，我们还在移动端提供了更广阔的一个 FOV， 调优了战斗中的镜头锁定和自动校准镜头的这些功能，然后确保探索的时候战斗的画面的感官更加的舒服。移动端的 PVP 和 PC 端的 PVP 未来会怎么去做匹配？好问题。对于 PVP，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只有3件事：是公平、公平还是公平。移动端虽然与 PC 端互通进度，但是在我们的那个竞技模式当中，会把他们的匹配值分开，分别与同类玩家进行匹配，胜利后所得的段位和分数仍然是互通的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问题到这里就全部回答完毕了。等一下，没有战斗的话题啊？那为啥把我叫过来？你之前不是嫌战斗的问题太多了吗？这次就减少了。